我曾发誓要和青梅竹马一起转学，因为他声称在学校遭受霸凌。但在办理转学手续的前一天，他临时反悔了。他的朋友调侃道：喂，你假装被霸凌，就为了甩掉爱丽丝、威利，也太狠了吧！你俩从小形影不离，真忍心让他独自去新学校？肖恩、佩奇满不在乎，不过是城另一端的普通高中而已。我早受够他整天黏着我了，这样正好。我在门外僵立许久，最终转身离开。在转学申请表上，我划掉奥瑟波特高中，填上父母极力推荐的国际学院。似乎所有人都忘了，我和肖恩从来就不在同一个世界。第1章，偷听到真相的瞬间，我的心跳撞得肋骨生疼。这1个月来，青梅竹马肖恩、佩奇不断向我哭诉他在学校被围殴、陷害、羞辱的遭遇。我拼命护着他，却挡不住所有明枪暗箭。直到某天，他被人用冰水浇得浑身湿透，颧骨泛着死白。他抓住我的手颤抖说，我没办法独自面对新环境。从幼儿园到高中，我们并肩走了10几年，而心底那份暗恋早已沉淀成深潭。于是我一腔孤勇地承诺，别怕，肖恩，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。可站在包厢外的此刻，我才明白这不过是他精心策划的驱逐戏码。他就这么讨厌我？包厢里，他的朋友还在喋喋不休，爱丽丝对你死心塌地，去了新学校，万一移情别恋。肖恩的嗤笑像钝刀割开我的耳膜，挨了揍都硬扛着不肯让我受伤的人，你觉得他会变心？但那姑娘看起来不好惹啊。不可能。他懒洋洋道，全校富二代追他的人不少，他正眼看过谁？忽而语气转冷，整天像口香糖似的粘着，烦死了。爆笑声刺得我耳膜生疼。我想逃，双脚却像被定在原地，任由屈辱的冰碴扎进血管。有人咂嘴，头回见人把倒贴的往门外推。不过既然腻了，直接说清楚不行？肖恩皱眉，他性格太烈，撕破脸不好收场。话音稍顿，掷下惊雷，而且埃斯特每次见到爱丽丝都难受，只有我陪着才能好受点。暂时先委屈爱丽丝吧。所有线索骤然串联，他开始伪造霸凌的时间正是埃斯特、豪厄尔转来我们班的1周后。好小子，转校生才来就拿下了。有人嬉笑，不过埃斯特那种病弱系美人，确实比冷冰冰的爱丽丝让人有保护欲。更多污言秽语海啸般涌来。肖恩没有制止，甚至附和着点头。我的心坠进黑洞，几乎要推门质问他为何践踏真心，为何眼睁睁看我为他受伤却无动于衷，12年陪伴难道一文不值？但母亲的话突然敲醒我，别为无意义的对决消耗能量，腐烂的果实不是一天变质的。最终我转身离开。第2章，疼痛是缓慢浮现的。我本不惧朋友背叛，可肖恩早已模糊了友谊与暧昧的界限，才让这道伤口深可见骨。约定转学那天，他拉我去酒吧庆祝，逃离成功。迷离霓虹下，我望着暗恋多年的人，心脏在胸腔野马般奔腾。当他低头吻我时，我没有躲。积压多年的爱意如海啸将我淹没。情动时分，我哑声问肖恩，我们现在算什么？他亲吻我额头，傻姑娘，这还用问？满座欢呼与我心头的星火同时炸亮。可2天后，包厢里的话轻易击碎了幻想。我嗤笑出声，泪却滚进发梢。原来那个暧昧不清的答复，不过是他为埃斯特清扫障碍的手段。卧室风铃叮当作响，夜风一点点吹干泪痕，破碎的心跳渐渐重组。肖恩从一开始就错了，他不过是佩奇家族见不得光的私生子，而我却是威利家族唯一的继承人。我们本就不该捆绑。转学表在我手中皱成一团，泪痕晕开的墨迹像嘲讽的鬼脸。不过没关系，威利家最不缺备份计划。我重新打印表格，再转入学校栏停顿片刻，拨通波林、威利的电话。妈，之前提过的贵族学校？我一个人去。风铃轻快脆响，像在鼓掌。
我闭上眼，多年来肖恩的脸竟未浮现，反倒是个与他3分相似的张扬面容闯入脑海。2年前，那人曾勾起痞笑，等着瞧，爱丽丝，你迟早为我抛弃肖恩。当时只当是玩笑，如今我却真的要将肖恩踢出生命。填完表格那刻，我长长舒了口气，心脏是前所未有的平静。敲门声突然响起，这栋房子除我之外，只有1人知道密码。拉开门，肖恩站在夜色里，嗓音是一贯的温柔，没来和朋友们道别，我担心你。我语气平淡，胃不舒服，不想出门。正要关门，忽见他身后阴影里站着娇小玲珑的埃斯特，他与我视线相撞，受惊般一颤。肖恩立刻将他护进怀里，责备地看我，爱丽丝，你吓到他了。又来了。每次他露出这种小白兔般的眼神，都像在控诉我对他施暴。我冷下脸，我说过，讨厌陌生人进我家。肖恩蹙眉，埃斯特是关心你才跟来。不等我反驳，埃斯特突然抽泣，对不起，爱丽丝。我知道你嫌我脏，但我每天都有洗澡。他拽住肖恩衣角，不会弄脏你家地板的。肖恩立刻瞪我，他家境不好，但不是你想的那样。你太让我失望了。埃斯特继续扮演善解人意，别吵架。你们有10几年感情，我算什么？胡说什么？肖恩捧起他的脸，你独一无二。在转向我时，眼神已冷若冰霜。埃斯特情绪不好，我送他回去。你反省一下，记得明天去盖章。他说的对，我是该反省，反省自己有多眼盲心瞎。我毫不犹豫重置了密码锁，胸口的郁结突然松动，像吐出一口淤积多年的浊气。第3章。次日，我带新表格去教务处，印章落下时，心口莫名空了一块。正盯着钢印出神，一道身影拦住去路。肖恩眉头紧锁，为什么改密码？昨晚送完埃斯特，我想去看你，结果进不去。我打断他，对，我改了。他强忍不悦，又变回温柔的腔调，新密码多少？以后好去照顾你。不必。我面无表情，转学后我会搬家。他瞥见我手中的表格，恍然大悟，差点忘了这事。别担心，我明天就来办手续。并肩走在林荫道上的瞬间，恍惚回到从前。可自从埃斯特出现，这样的时刻已寥寥无几。我闭上眼，任留恋最后一次涌动，而后试探道：这些年的情分，你不用觉得亏欠我。他沉默片刻，其实我……肖恩。埃斯特抱着笔记本追来，声音甜得发腻，说好帮我补习，怎么跑这儿来了？他把本子塞给他，眨着无辜大眼，我看到你列的补习计划排了2个月呢，就先预习了。你不会怪我偷看吧？怎么会？肖恩挤出一丝笑，心虚地瞟我。见我不为所动，他眼神暗淡几分。我忽然明白了，在他忙着推开我时，早已为埃斯特规划好未来，没有我存在的未来。面上不动声色，苦艾酒般的色意却烧灼五脏。指甲深深掐进掌心，才维持清醒。不打扰你们了。埃斯特像刚发现我似的惊呼：爱丽丝，你是不是生气我和肖恩？都怪我穷，不像你生来什么都有。他哭得梨花带雨，我懒得配合演出，让开。肖恩的愧疚瞬间被怒火取代。他攥住我手腕，什么态度？一把将我拽到埃斯特面前，道歉。最后一丝眷恋彻底粉碎。我扬手扇在他脸上，该道歉的是你，不是对埃斯特，是对我。第4章。回家后，我翻出肖恩这些年送的所有礼物。银项链是18岁生日时他亲手给我戴上的，我曾带着他招摇过市，直到在埃斯特颈间看见同款。他当时红着脸说，肖恩答应让我拥有你的一切。限量款泰迪熊只剩空盒，当初他抱走时说最爱我染上的香水味，第2天却出现在埃斯特课桌。成人礼的缎带高跟鞋，珍藏的靛蓝香膏，每件我以为的独一无二，都成了埃斯特的标配。不，甚至更糟。想起他对埃斯特毫无底线的偏宠，我扯出个苦笑。
既然他选择用12年感情为他铺路，这些遗物和该进垃圾场。订好次日航班，我准备用最后一页整理思绪。凌晨2点，手机骤响，我刚接听，对面只有沉重呼吸。正要挂断，肖恩沙哑的声音传来：“爱丽丝，对不起。”我瞬间清醒，他要坦白。然而他说，埃斯特受伤了，我暂时不能转学。刚燃起的火苗扑哧熄灭，留下难堪的青烟。我想质问他假霸凌的真相，想让他看看我为他挨的伤。他却自顾自道：“说句抱歉吧。”我一怔，什么？语气陡然强硬，向埃斯特道歉。他因你受伤。荒谬感扼住喉咙，可转瞬了然，有埃斯特在，我连呼吸都是错。肖恩的声音冷过西伯利亚寒流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现在道歉，2个月后我还能去找你。非要毁掉12年感情吗？每个字都啐着威胁的冰茶，我心口却再无波澜，只剩厌烦。挂断电话，脱黑删除。我看向天际线，迫不及待想冲进新生活。异国的空气充满自由的味道。有人突然拉住我行李箱，抬头撞进斯坦利，罗西含笑的眼眸，爱丽丝，别来无恙。我握住他伸来的手，好久不见，斯坦利。手机不合时宜的震动，接起后，肖恩惊慌的声音穿透听筒：“爱丽丝，你转到了哪个班？为什么所有人都说没见过你？”